你就为这点事儿，你就从上海飞回来啊？我都气疯了好吗？你看我这账我上的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呢。哎，我那个屋子空着呢，带钥匙了没有呀？有，我还能过来找你。就知道，来拿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真的挺气人的。刚开始我还觉得他爸妈挺好的，一听说我们要结婚，就主动给我们买房子。后来我这一想，越想越不对劲儿啊。他们家主动给我买房子，他们家付首付，那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，那这房子以后就和我没关系，对吧？如果房本上是你男朋友的名字，你俩婚后一起还贷，那么还贷的部分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，就是你俩的夫妻共同财产。那为什么我爸妈和我说他父母出的首付，房本上没有我们家人的名字，那以后房子就是他的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如果说房本上是他父母的名字，而且是他父母付的首付，那么这套房子当然是人家父母的了。所以呀，我就和我男朋友说开了，我说你爸妈出一个首付，号称给我们买房子，但婚后我和你们家一起还房贷，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，相当于我帮你们家买房子，我等于扶贫呢我。哎，你个大傻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你这么说多伤人呢！那我怎么说呀？啊，好听的话都被他们家给说了，说美薇呀，你作为我们家儿媳妇儿，我们不能让你受委屈，房子呢就我们来买，月供呢由我们帮忙供，你们的钱用于家庭开支。我这一讲，他们还挺会算账哈。我能和他们儿子过一辈子就过一辈子，过不了一辈子，他们还落一房子，房子是不动产，我什么也落不着。我的钱用于家庭开支，他们的钱用在月供上。你这么想嘛？你最起码还落着爱情了呀。我呸！那我还结什么婚？光谈恋爱不就得了？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婚姻啊？婚姻制度本身是产权制度，他们家把钱花在不动产上，我的钱用在消费上，想什么呢？太鸡贼了吧他们！那你就一怒之下，你就从上海飞回北京了？我为什么去上海啊？我在哪不能创业呀？我千里迢迢去上海，我还不是为了他呀？我为我们的幸福而努力，他们家在背后给我弄算盘珠子，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。请您喝咖啡。我给你发工资，不是让你利用上班时间去给我买咖啡的。您不是经常喝他们家的咖啡的？那也用不着你去买，我自己有。罗老师，那个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过来找我，找你咨询，那为什么不在律所咨询呢？我们有咨询室，有会客室，有客户接待室。因为您说律所禁止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。那你知道律所为什么要禁止免费的法律服务吗？因为场租费很贵。那你还这么做？所以我就换到咖啡馆去了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定一个原则，以后每一个月你只能对一个客户进行一次免费的法律服务，没商量。怎么了？你知道罗琦告了季玉吗？是蓉蓉先告的罗琦姐。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好，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去说服罗琦还钱。撤诉。一点默契都没有。可是如果罗琦姐不还钱，那么蓉蓉就一定会告她，哪怕是输也要弄得鸡犬不宁。如果蓉蓉她折磨罗琦姐，那么罗琦姐就一定会惩罚季玉，不让她见孩子，剥夺她的探望权，以惩罚季玉的方式间接惩罚蓉蓉。所以你认为关键点就是还钱？没错。但是我觉得罗琦姐她100%不会还钱。如果说她以前还有还钱的可能性，但是现在她一定会认为说有什么大事儿啊，非要这样告来告去。行，你恶心我是吧？那我就恶心你老公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件事只能让季玉去做工作？季玉她要是会做工作，也不至于让局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。那你的建议呢？那就让他们打官司呗。他们既然喜欢打，那就让他们打呗。
怎么了？这不是您一向的主张吗？怎么到了您家人身上？不，我一向的主张是能不打官司就不打。所以你现在去了解一下蓉蓉的成长历史，包括她的家庭背景，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朋友，有谁对她有影响，包括她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有没有养过宠物。您是想要说服蓉蓉撤诉啊？总要有人先松口吧？那为什么不是罗琦姐先松口呢？你刚才说了，罗琦告季玉，那是因为蓉蓉先告了罗琦。那也是因为季玉他在没有经过蓉蓉同意的情况之下，就给了罗琦姐一大笔钱，让她去买房子。你也说了，想让罗琦还这笔钱是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您的意思是，在罗琦姐她不还钱的前提之下，还要让蓉蓉撤诉？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那怎么可能嘛？除非蓉蓉出车祸死了。我发现你这嘴也够毒的。我跟您学的。那你能不能跟我学点好呢？学什么呢？出去，按我说的办。好的。罗宾，我给你打电话说你忙，现在蓉蓉要告罗琦，你站哪边啊？你这躲着我是心虚呢，还是没想好怎么面对我，怎么跟我说呀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，一辈子都是。所以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案子啊，你别跟我说我不信。但就算我相信你是个大忙人，也就是说，你公司是个大公司，对吧？你有很多的律师啊，这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律师都在忙什么，尤其是这种案子又是小案子。又或者啊，你有你的原则，对吧？别的律师在做什么啊，是什么进度你也不知道，也不好问，这我理解，我明白。但是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听听我心里在说什么。罗琦于我而言呢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我的前妻，是我孩子的母亲。我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没让她幸福过，所以我内心很愧疚。所以这次她跟我借钱的时候，我想都没想，我把能给她的钱我全都给她了，就是作为一种补偿。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娘俩过这种日子。蓉蓉跟我说了，她说这笔钱呢，是她留给自己跟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我什么都没想。他想住最好的产房，不能让他们娘俩就这么过。想找最好的医生，你一定把钱给我要回来，要回来才行。你说现在罗琦上哪儿还这钱？就算他有钱，他也还不上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，我怎么就混成现在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以前大家都说我是暖男，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我。就算是我后来离了婚，也很多阿姨也愿意把他们的女儿说嫁给我，因为我善良。但我怎么现在就被别人说成渣了呢？我哪里渣？哪儿渣？你告诉我。你给谁发微信呢？给你发的。那为什么不发给我呀？你这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不，我真的给你发信息，你看。我看不见，你发给我吧。哎，我再斟酌一下哈。
你生活当中是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要像写法律意见书一样？那你觉得这样是好呢，还是坏呢？你知道上次吃饭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欢而散吗？不知道。后来罗宾他教训我了，他说谈恋爱啊不是分对错。你还真是什么都跟罗宾说呀。来，你坐。欢迎下次光临，是不是你请客呀？那必须。那我们就唱歌。哎，您好，你好，您几位？2位，李小姐定位的。好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谢谢。哎，那你看看我这么给你发行不行？收着了吗？好巧啊！是挺巧的，反正既然碰上了，我就打扰一下2位。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2位。我们不是你的代理律师，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，更何况现在是下班的时间。我跟你无冤无仇吧？就是你来挑唆我现在的妻子去告我的前妻是吗？就为了赚点钱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是按这个诉讼的标的拿提成的，但就为了赚钱干这种事儿，你晚上睡得心安理得吗？我晚上睡得可香了，干缺德事儿的人是你我干缺德事儿啊！我缺德？我还去告诉你，我从小什么都缺，我缺钱、缺爱，我缺机会，我甚至缺心眼儿，但是我就不缺德。他凭什么说我缺德？他凭什么说我缺德？姐，这是餐厅，不是餐厅，他说我不，就是缺德呀！干嘛呢他们？不知道，这是餐厅啊，大家吃饭的地方，大家都是来这儿啊享用美食的，对吧？你也一定约了朋友吧？你朋友呢？你约的谁啊？罗宾。罗宾，刚才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他好像被什么事缠住了，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用给丽娜打，就是丽娜帮我们约的。也约这儿吗？对，丽娜她有的时候脑子犯糊涂，也可能约的不是这儿啊。你是想让我走是吧？影响你们2个了？啊？不是你们2个在这干嘛呢？今天穿的这么帅，口袋巾都放上，这么正式。约会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，我们2口子吃个饭，不，那个我们俩在这儿吃口子饭啊，就是吃口子饭。2口子吃口子饭。好，你的何大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你啊？在你们律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禁止办公室恋情。如果一旦发生了有一方必须要离开律所，他有告诉过你这一条吗？律所是有这条规定啊，但是说的是禁止办公室恋情。我们俩现在只是交往阶段，并不是恋人关系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发展成了恋人关系，我们有一方一定会离开律所。离开好，季月，我是丽娜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跟罗宾见面的地方换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现在把新的地址发给你。成，我过去。是约错了地方吗？是。但也别太操心了，反正接下来呢，你们2个应该好好的聊一聊。万一你们真心相爱，一旦进入了正式的恋爱关系，看看谁是那个离开律所的那个人，是你还是你？反正得有一个。不打扰了，慢慢享用啊。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是有自知之明，缺钱，缺心眼儿，最缺的就是德。哎，你说他一个快离2次婚的人，凭什么来教育我们未婚的人？先生您好，您的菜已上齐了，谢谢，请慢用。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我们律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？因为这个办公室恋情，它会影响律所的整体公正，而且会导致工作关系的失衡，尤其是这种上下级关系，比如说像你我之间的这种啊，我呢是高级合伙人，你呢是一般的受薪律师，这样有的时候会造成公私不分明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在一起了，还要偷偷摸摸的？那不行，
我何塞做事情，从来都是光明磊落。那我们谁辞职呢？剪刀石头布。不，那个我们不开玩笑啊。那要不我们投硬币吧？你看啊，我呢是高级合伙人，我不能轻易的就辞职啊，我得对全景负责任，而且呢，我的那些重要的客户，我要对他们负责任。我也有。不，你就是我妹妹蓉蓉嘛，到时候可以把她转给我。那我们说好了，说好了，我们就做同事。你看我们效率多高，才吃了一顿饭，就决定了要做一辈子的同事。不，为什么啊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做同事更合适。何塞老师，谢谢你的晚餐，我先走了。兰兰，再见。兰兰，兰兰，兰兰。你知道罗琦为什么跟我借钱吗？就因为这个王丽她中途变卦了，知道吗？那看这意思，现在是和好了，那钱就还给我呗。你小点声，这事儿我回头问问罗琦到底怎么回事。现在给他打电话，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用你的打，我打什么电话呀？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肯定骂我一通就挂了。再说了，连你都怀疑我，肯定知道蓉蓉告了。那么你说他是不是更得怀疑我？是我挑唆兰兰告的他？你有这动机吗？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当然有了，怎么会没有？兰兰是蓝红的妹妹，罗琦又跟蓝红是有仇的，所以当时他在给他姐报仇呢。然后他姐是你前女友，你站在了你前女友的这一面啊，对，上次你还帮蓝红去争家产，就把你亲姐这咔嚓就给牺牲了，所以就因为这事儿还导致了他跟王丽之间的这个误会和矛盾，你是再犯。你再胡说八道，你的事儿我真不管了。你的事我真不，烦不烦？你烦不烦？喂，啊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对，跟罗宾在一起呢。你和罗宾吃饭，为什么要骗我说见个朋友呢？我骗你什么了？这罗宾不是朋友吗？很好的朋友吗？哎呀，你这回来路上在车上呢。好了，先不说了。我算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结婚？智者太睿智了，你瞅瞅这蓉蓉以前没结婚的时候对我什么样，宽容体贴。你再看看现在，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？